终于有人来救我了！这3个女贼凶恶至极啊！我被囚在这里暗无天日，一天到晚的帮他们解忧啊！混账！你刚才不还说其人之福吗？那儿怎么有只绿色的鸟？还真是，翠绿翠绿的。哎，雨氏娘子，你常来这儿吗？每天早上都来，因为除了雨氏之外，我还有另一个身份，便是采路人。采集晨露。正是，雨诗如仵作，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。到我这一代无男丁。那年我10岁，便稀里糊涂地成为了长安第1个女雨氏。对此我说不上讨厌，也谈不上喜欢，但总想着自己做主，选择一件事做，便成了采路人。露水采来何用？多年来，修真方一直接纳来自其他各方，甚至是外州的修仙者，现已聚集近1000人。在他们看来，若能一直服用晨露，久而久之便可飞升。哦，这倒是个没本的买卖。那天早上，我跟平日一样，来至生仙林采集晨露。这是我第一次在生仙林拿衣服，主要是很喜欢这个颜色，想着祈雨的时候穿。可拿回家试穿时，不知为何，一阵透骨的寒气袭来，真让人怕。正赶上有人来收旧物，我就把它卖了。我是有错，可这衣服是给死人挂的，也不算盗窃吧？应不算。只是我想知道，这袍子当时挂在哪儿啊？就是这儿。就那根树杈。还有事吗？没事的话，我要回去给郎君做饭了。啊，有劳娘子了。今日幸亏先生赶到，才没让那无赖得逞。谢谢。嗨，别提了。要是没有樱桃女侠，无命休矣。那我也要谢谢你。不必，我也不是来救你的。那你也是个好姑娘，这位苏先生好福气。嗯，我还真是个好姑娘，你也不错。哎，我说这怎么还互相夸上了？二位在此不宜久留，此地虽名为生仙林，阴气却重得很。多谢提醒，我们转转就走。那3个女子为何要囚禁你？他们是歹人呢。哦，那你解忧郎的绰号是怎么来的？是，怪我，是我先勾引他们，这点我认。后来我想抽身，可没走成啊。自作自受，你这样的品行，不配考取进士，滚回老家去吧！他一下笔便知，那血书绝不是他写的。不过我想说的是，写那血书之人一定是读书人。哦，用血写字还能写那么端正，不太容易的。明白了，辛苦了。煌煌京师，竟将人囚禁为奴，尔等该当何罪？薛旗长，他们不答话呀。刑罚伺候！刑罚伺候！我是主谋，
地下密室是我家的，囚禁谢如的主意也是我出的，与他们2人无关。让曼娘和阿花搬来做你的邻居，也是你的主意吧？你丈夫是怎么死的？把他压下去。是。曼娘，你武艺不错，手上有几条人命啊？也压下去。是。阿花，我是从犯，我是做过刺客，可一直都是协助，我自己没杀过人的。我若没有掌握证据，能让你单独留下来吗？阿聪的丈夫是你杀的吧？不是我杀的，是曼娘。曼娘是我和阿聪的上线，怪我不谨慎，让阿聪的丈夫知道了以前的事。曼娘招呼都没打一声就下了手，血溅了我一身，吓死人了。以前的什么事啊？也没什么事啊。不招。老罗、老贾、老刘，我招。曼娘是血滴的刺客，我和阿聪是他的下线。你怎么发现破绽？你们去乐游园采蘑菇给他过生日时，明面上他已经搬走了。都怪阿花这张嘴，当然也怪我，竟被解忧郎给勾引了，才落得今天。关于血滴组织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，你们直接砍我的头吧！这血字甚麻，如蚯蚓走泥纹。当时虽是乍一看的判断，现在看来无误啊。像这等完全干透了还发脆的，应至少是15日了吧？苏明，你跟狄公学的确实不错，有人犯案留下痕迹，定逃不过你的法眼。但若说起人血，那大概还是我老费见得多吧。我说不出5日，那是我闻出来的，你试试。切，你们的鼻子都不行，没闻到血腥味儿？没有啊。你多抠下一点来，溶之于水再闻，尤其是那个蟹字，或者是叫那个解字。你看前面“救命”2字，明显浅于后面的2字。这是因为刚写的时候写稀，所以需要不断的咬破指尖。你看，写到后面就咽如朱砂了。恩师孙思邈曾说：“人血离体3日泛腥，5日生腐。”你现在再闻闻水中之血。确实有淡淡的腥味儿，此乃血中精气未散之象。按《黄帝内经》血气衰变之法推算，绝超不过5日，当在3日至5日之间。可这字迹的干裂程度，哦，我明白了。近日长安的雨师都在求雨，而雨是今日午后才下。那件袍子一直挂在生心里。
毫子遭风吹日晒，加速了它的风干，才导致这只写了几日的血书看上去像是有半月之久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多谢费老神医纠正了我的误判。不至于，不至于，咱都是一家子人了，行此大礼，我还怕折寿呢。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，问我，我随时指点一二啊。来，哎，等会儿，英子，一美，不是怀疑英雄楼，也不是怀疑那个跑腿的，是今日我险遭不测，还是小心点为好。这么做是对的，在义兄和卢凌风身旁，我们应该处处格外小心。不过由此可推断，跑腿送吃食恐暂时难以流行。毕竟长安有跑腿这行以来，入口之物是从不送的。今日我是多给了跑腿1倍的工钱，人家才肯接下这单生意。无毒，可以吃了。你们刚才是在说修真坊吗？听说那里是修仙圣地，我还是小时候去过。那就一起去。喝酒。来，你们都去了，谁照顾苏珊店呢？你。这位小姐画的可真好，像极了我那郎君。你男人的脾气秉性如何？他……郎君，你这是又要去哪儿啊？哎，郎君，是个什么东西？你敢问老子去哪儿？阿赖，你不要每天游手好闲的，动不动就打娘子。再有，哪有自己给自己起名叫大虫的？那不是因为你给我生条虫子吗？能赖我吗？老东西，你要是给我生成潘安，我还能游手好闲吗？你要是给我生成吕布，我是不是早就成龙了？还用得着叫大虫吗？你这个逆子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你起来！这有大虫什么意思？那是老虎。两个老东西，要是再敢烦我，吃了你！起来！世间竟有这等不孝之人！啊，要不是郎君失踪，我是绝不敢在外人面前说他的坏话的。上官，求求您帮我找找他吧，阿爷和阿娘也还都盼着他能回来呢。起义马上开始了！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阿赖可有要好的朋友？狐朋狗友自是有些的，但是要好的却是一个都没有。他平日连蒙带骗，还偷朋友的东西，甚至还调戏人家的娘子。这样的人，谁又会跟他要好呢？好了，情况我们都知道了。什么时候能找到他人呢？你先回去，有消息会通知你的。他要是还活着，你们找到他了，可千万不能告诉他那些丑事是我说的。要是让他知道了，我可就没命了。还有，千万不要惩罚他。为何？这个阿赖如此不堪，公谢代为惩罚，有何不可？对自己的阿爷阿娘都这样不孝，不能罚吗？怕是他受了罚，回来之后，定是要变本加厉的待我。再有，他毕竟是我的郎君，我也舍不得他挨板子啊。好了，你先回家去吧。我不回家，我还等着跟雨氏娘子一起跳舞呢。这一天烦心的事太多了，就这一会儿能解去忧愁。
三方羽师瑞秋，祈求您辅将甘霖。龙王爷，显灵啊！跟着他即可，看看他都在做什么。哎，那羽狮舞挺有意思的，你咋不跟着跳啊？我是暗探，需对得起雍州府给的月俸，不是吗？哦，苏明，你跳舞就跳舞，少与那些女子眉来眼去。哪有？有吗？敢有！你们谁啊？哎，你们抓我干什么？哎，我赖大成可不是好惹的，你放开我！哎，你们干什么呀？哎，松手！扒人家衣服做什么呀？你可以走了。啊？你们把我抓到这鬼地方来，什么也不做，要撵我走啊？滚！哎！赖大虫也是你们想欺负就欺负的。改天一把火烧了你们这个鬼地方！娘的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我赖大虫可不是好惹的！